1925年5月29日，巴西马托格洛索州的一处前哨营地，夜色压低了雨林的轮廓，一簇微弱的篝火在潮湿的空气中跳动着光影。英国探险家珀西·福赛特正俯身写信，用他那只随身携带的钢笔在纸上留下了一行行端正而克制的字句：一切都还好，季节正合适，你不必担心。收信人是他的妻子妮娜，这封信也成为他在人世留下的最后一份文字记录。3天后，他带着21岁的儿子杰克、老友拉力，带上干粮、地图和一只罗盘，从营地出发，走进了雨林的深处。此后他们彻底失联。亚马逊雨林像一道天然的帷幕，遮蔽了所有的归途。高大的乔木交错成拱形穹顶，阳光被层层树叶筛落，斑驳光影洒在潮湿的林地上。风声低回，鸟鸣空灵，藤蔓在树干间缠绕如网。福赛特走得并不快，却异常坚定。他手中握着的不只是地图和信仰，还有一个代号 Z。 他从未称它为黄金之城或 El Dorado。在他的笔记中，那是一处比埃及还要古老的遗址。他以字母 Z 来代称这座隐藏的城市。他相信，在这片密林深处曾存在过一个拥有精神力量的古老文明。在他的构想中， Z 城不属于征服者，也不属于现代世界。福赛特的失踪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无数搜寻队踏入雨林，却大多无功而返。有人失踪，有人死于疾病，甚至有人连尸骨都未被找到。一位幸存者曾说，这片雨林有眼睛，它不喜欢外人。它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猛兽、病毒，还是遭到敌意部落的袭击？又或者他真的找到了那座城市，只是选择永远不回来？至今依然没有答案，只留下那封信的墨迹还在，而它背后的森林依旧沉默如初。南美洲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一座城市，它不在任何地图上，却在无数人的幻想中发光。西班牙人称它为埃尔多拉多，意思是被金粉覆盖的人。据说这座城的街道由黄金铺成，屋顶镶满宝石，城主每逢仪式便全身涂满金粉，跳入湖中，将财富献给神灵。这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种诱惑，它唤起了征服者的贪婪，也点燃了无数梦想者的执念，留下的却往往是死亡与失落。可没有人真正见过它。从安第斯山脉到奥里诺科河，再到巴西亚马逊流域，埃尔多拉多的传说被一再转述、放大、扭曲，最终化作整个南美洲最持久的谜团。对于福赛特来说，它或许只是开端，可真正吸引他的不是金子，而是文明的痕迹。1541年，西班牙探险者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诺带领57人，从安第斯山脉东路顺流而下，进入了尚未命名的亚马逊河流域。他们原本是为寻找援军而来，却在密林深处听闻了关于黄金帝国的种种流言。沿途他们遇到过部落，有宽阔的河岸，有石铺的道路，有成群的农田，井然有序的居民。更令人惊异的是，部分村落据称人口可达2万，远超当时欧洲人对热带雨林的想象。后来的人认为这些描述太过夸张，但福赛特不这么看，在他眼中，这些都是被忽视的线索。他一遍遍重读奥雷利亚诺的航行记录，坚信其中所写并非杜撰，而是某种真实的片段，只是被时间遮蔽，被后人误解。那些村落，那些道路，
也许正是通往他要寻找的城市的前哨。在巴西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室，有一份编号为512的泛黄手稿，作者不详，笔记潦草。福赛特第一次读到它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手稿中提到，一位葡萄牙士兵在一次意外的远征中，偶然闯入了一座被遗弃的石头城，那里有铺设整齐的广场、黑色的石柱、高大的门楼与曲折的街巷。士兵写道：我们进入那空无一人的城市，小心翼翼地穿过街道，触摸着石墙，却没有发现一丝人类的痕迹曾在此居住过，这就仿佛是一场梦。福赛特把那位无名士兵称作拉波佐，并认定他描述的遗迹很可能就是 Z 城的原型。虽然文中并没有标注城市位置，但其中提到的山脉、河流走向与福赛特在马托格洛索所见相符，这种纸上的坐标成为他信念的一环。1911年，英国探险家海勒姆·宾厄姆在秘鲁安第斯山中发现了马丘比丘遗址，一座几乎被森林完全吞噬的印加古城。完整的街道、神庙与平台静默伫立，这条消息传遍世界，也深深震动了福赛特的心。如果安第斯山脉的云雾中能藏下一座石城，那么在亚马逊雨林的迷雾中，是否也同样隐藏着一段被遗忘的文明呢？他在笔记中写下：我寻找遗址比印加更古老，在更遥远的东方，所有伟大的印第安部落都有一个传说，说那里曾有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森林与山脉之间如星辰隐没。对他而言，马丘比丘并不是终点，而是验证他信念的开始。在所有的信件、演讲与日记中，福赛特始终称那座城市为 Z， 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含义，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简单抽象且足够遥远。他并不愿使用埃尔多拉多这种充满贪婪与传说色彩的字眼，也不愿意将它归入印加、玛雅或其他已知的文明谱系中。Z 是他给未知世界起的代号，是那片仍被沉默包围的存在。他曾写信给儿子布莱恩，描述这座城市的模样。它位于一个宽阔的山谷中央，四周被高山环绕，通往城心是一条石砌的道路。城市中央有一块立着黑色碑石的广场，正如手稿521中所写的那样，它将比埃及最古老的遗迹还要久远，其文字可能源自远古的欧亚语系。福赛特从未怀疑自己的判断，他坚信那座城市确实存在，而他就是被命运选中的那个人。1867年，珀西·哈里森·福赛特出生在英格兰南部的小镇托基，这里常年有海风吹拂，也是一座通往未知世界的港口。他的家族属于传统的中产绅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讲究荣誉、秩序与探险精神。他曾在皇家炮兵服役，做过间谍，也曾受过地理学会的系统测绘训练。他被派往北非、斯里兰卡、印度等地，负责绘制边境地图，评估殖民价值。这些任务看似单调，却锻炼出他一种罕见的本领，在陌生而危险的地形中，仅凭天象、角度和步数就能准确判断方位。1906年，他接受了皇家地理学会与玻利维亚政府联合提出的测绘邀请，进入亚马逊腹地，划定其与巴西的边境。他欣然应允。这项工作对多数人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对福赛特而言却像是一种召唤。福赛特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英国军官，他对东方文化、神秘哲学甚至通灵现象都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偶然，而是从家庭中继承而来。他的母亲热衷于玻利维亚时代风行的灵性学，主张人与另一个维度可以沟通。他的哥哥是神智学会的一员，一度与俄裔神秘学者赫莱纳·布拉瓦茨基通信。后者曾提出一种观点：远古时期地球上存在过一批极高智慧的光之种族，他们留在地球的遗产隐藏在喜马拉雅山与南美密林之间。福赛特并未公开接受这些理论，但他经常在笔记中引用类似想法。
他相信 Z 城的居民可能具备超越现代文明的精神力量，或至少是一种遗传自神秘古文明的文化延续。他甚至收藏过一块来源不明的黑色雕像，刻着奇特的字符。他曾带着它请教波罗瓦茨基的追随者，并认为那是一种已失传的文字系统，某种混合了腓尼基、古希腊与藏文的形态。这些当然称不上科学，却深深影响了他对 Z 城的理解。在他的心里， Z 城不是一座失落的城市，而是一种失落的智慧。在福赛特留下的数十封书信中，最常出现的字眼不是金子或发现，而是证明与人类。他始终相信，现代人对过去的理解是片面的，地图上的空白也代表着认知上的盲区。他曾写道，若能找到这座城市，并将其文明呈现于世，将会动摇我们对进化、对宗教、对历史的全部理解。他从未期望自己因此获得财富，他拒绝了多个商业机构提供的资助，因为他们想要在远征中尽可能多的拍照和采矿。可是福赛特不希望 Z 城成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也不想它变成新的殖民目标。他这种固执，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几乎已经接近宗教狂热。福赛特的感情生活并不复杂，他爱妻子，也爱远方。他与妮娜相识于青年时期，在第一次亚马逊远征前结婚。妮娜是一个坚定、沉静、聪明的女性，也是他旅途中唯一的精神港湾。他们的通信一直保存至今，字里行间平实克制，却始终透出一层难以跨越的距离感。他理解他，支持他，但也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寂寞。在1911年的一封信中，福赛特写道，我每一次回头都希望你就在身后，但每一次转身，我看到的只有密林。妮娜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段婚姻22年里，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不足一半，但他从未试图阻止他的远行，甚至在最后一次出发前，还鼓励他带上他们的长子杰克一同前往。1920年，福赛特发起了他第一次尝试进入 Z 城区域的探险。那一年他53岁，已非少年气盛，却比以往更加执着。随行的包括一位摄影师和一位探险助手，他们带着测量仪器、干粮、马匹与地图，沿新古河一带推进。然而不久后，亚马逊的本色开始显现，雨水昼夜不停，河流往往一夜之间改道，蚊虫能咬穿衣服，水蛭潜伏在每一片潮湿的叶子下，食物渐渐腐败，补给线断裂，马匹死于饥饿与感染。当队伍行至一处山谷边缘时，一匹马因胀气而倒地死去，他们在此扎营，试图调整方向。福赛特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空气像浸过血的棉布，每一口呼吸都沉重得像吞石头。他将该地标注为死马营地。最终他们不得不撤退，结束了这次深入丛林的尝试。但那片山谷和隐约的广场轮廓从此刻进了他的记忆。福赛特不是唯一遭遇这种困境的探险者，许多早期进入亚马逊的欧洲人最终都以失败甚至死亡告终。他们被蛇咬，被毒箭袭击，被寄生虫啃食双腿，或在河流中溺亡。福赛特熟知这些危险，也早已为此做了准备。他曾在出发前写信说，我不会带一大队人马，只带最精干的伙伴，脚步太多会吵醒雨林的耳朵。他相信 Z 城如同灵体般存在，只对真正虔诚的访客显现，而那些铺张而来的殖民者只会招致雨林的拒绝。他放弃携带过多补给，只带最基本的干粮与绘图工具。他知道真正的敌人不是部落或猛兽，而是潮湿、寂静和漫长的孤独。1925年4月，福赛特带着儿子杰克与好友拉力悄然从库亚巴启程。他没有公开路径，也没有登记正式资助单位，除了地图、信件与一些干粮，他们只带了一支猎枪、一支指南针和一捆神秘手稿的复写件。他们逆流而上，沿托库里尔河穿行。
抵达恩西卡河支流，再徒步向东南前进。他们的目的地是他在早年的地图中记下的一处疑似遗迹的地区。6月，他们抵达司马营地，在那里写下了最后一封寄出的信。信里语气平稳，只是简短地汇报了行程。他写道：杰克和拉里状态良好，补给尚可，我们将继续穿越，你无需担心失败。这封信成为世人最后一次听见福赛特的声音。根据事后回忆与对话记录，福赛特在途中曾遭遇一种名叫沙蚤的寄生虫，它们会钻进皮肤，在脚趾缝里产卵，引发感染、溃烂甚至坏死。他没有叫苦，其实他在旧日记中早就写过类似的感受，脚趾像胀满的葡萄，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铁钉上。这种对苦难的超然态度使他在外人看来像个圣徒，也像个疯子。他的伙伴曾建议暂停行进，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过是皮肤的事儿，贼成在骨头深处。从司马营地出发后，他们进入了恩西卡河与西金河之间的无人区域。他们留下了一些被篝火熏黑的营地痕迹，几张涂抹模糊的地图碎片，以及村落中后人对他们的模糊记忆。有人说他们向东走去，有人说他们沿山脉而上，还有人说他们拜访了某个部落首领后被允许进入一片禁忌之地，但没有人见过他们回来。这条路最终成了福赛特之谜的象征，没有尸骨，没有遗物，连终点都无从确认，只有那封写在潮湿信纸上的句子还能被复述。我们准备启程，穿越无人区。那年他57岁，杰克21岁。他们走进森林，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回来。在出发前呢，福赛特分别将2组不同的坐标寄给家人和每日邮报，一组位于恩西卡河以西，一组则远在托库里尔河以南，两地相距超过100公里。更诡异的是，这2组坐标没有一条明确可通的路径。当后来的搜寻者试图依据这些坐标追踪他们的路线时，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原始丛林会吞噬道路，河流常常在雨季改道，甚至连山脉的走向在地图上都显得模糊不清。人们开始怀疑福赛特是不是故意在坐标上动了手脚。1925年最后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如果3个月后我还没有回来，请不要派人来找我，我不希望任何人为此冒险。这句话听来诚恳，却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他不想被找到，或者他不想被打扰。福赛特的失踪并没有吓退人们，反而点燃了一种更执着的渴望。从1925年到1950年，至少有13支正式搜救队进入了亚马逊，试图追踪他们最后的路线。据统计，超过100人在这些尝试中失踪、遇难或终身未归。有的是职业探险家，有的是记者、电影人，甚至还有他的亲戚。有人感染了热带病，死在丛林中；有人被毒蛇咬伤后中毒身亡；还有人在河流中失踪，无从追查。1927年，一支由巴西政府支持的搜救队在马托格罗索某村落中发现了一个铁皮箱，上面贴着伦敦字样的残损标牌，箱中有一些笔记纸片和金属物品。有人认为那是福赛特留下的遗物，一时间外界纷纷猜测他已命丧雨林，但随后的调查发现，该箱为旧式英国军用物资箱，可能是数年前某支早期探险队所弃留之物，与福赛特无直接关联。1951年，巴西一名土著猎人引导人类学家发现了一具白人男性遗骸，颅骨完整，骨架健全，身高与福赛特接近。英国方面将遗骨运回伦敦进行 DNA 比对，结果显示该遗骸属于一名约40岁非英国血统的男子，身份不明，来源未知。1954年，一名瑞士猎人声称在热带雨林深处的某部落中见到了一位白皮肤的老者，身形消瘦，留着长须，举止安静，村人称他为高山来的神。这名猎人无法确认那是否是福赛特，但他说那人说了一句英语：你是来带我回去的吗？这段故事被国家地理简略提及，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悄悄淡化，但仍有人坚信
福赛特或许还活着，他成为了某个部落的神明、囚徒或失忆的幽魂。在这片雨林中，时间不是直线的，消失也未必意味着终结。关于福赛特的命运，有人说他被杀，有人说他病死、落水，甚至有人说他成了某个部落的神明。每一种说法都似乎有证据，也都很快被推翻。一个最常被引用的说法来自卡罗阿人部落长者，他说1925年有3名白人进入他们的土地，未经许可闯入圣林，部落首领下令以箭射杀，但没有尸骨也没有物证。另一个部落则称他们看到一位老人带着儿子进入山谷，在一座石门前跪拜，随后消失在藤蔓缠绕的岩洞中。这些说法真假难辨，却像是从密林深处传来的回声，模糊遥远，却总让人驻足。是这片雨林在守护着某个古老的秘密，还是我们只是在执着追问一个无法承受的答案？20世纪末，一种名为 Terra Preta 的奇特土壤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在亚马逊流域，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大片异常的黑色土壤，它们和周围那种贫瘠、容易流失养分的红色土壤完全不同。黑土富含碳粒、有机质、陶片和骨灰，保水性和肥力都出奇的高。更奇特的是，这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类有意识地改造出来的。放射性碳测定结果显示， Terra Preta 的生成可追溯至公元前450年，有些甚至更早。这意味着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亚马逊并不是什么原始荒野，而是一种经过精心管理的生态秩序。大片黑土出现在河谷地带，常伴有陶器碎片、人工土墩和水渠遗迹，像一串被遗忘的线索，隐隐指向一种曾经存在的秩序。没有钢铁，没有轮子，没有书写系统的条件下，这样的农业文明究竟出自谁手？或许这正是福赛特笔下那座 Z 城的后裔。2001年，一位巴西考古学家在使用 Google Earth 卫星图像时，偶然发现一片位于新古河西北的森林边缘地带，出现规则的几何图形。这些图形包括星形结构的围墙、笔直的沟渠、圆形平台以及网格状的水道，覆盖面积达数平方公里，布局规整，结构精巧。后续实地考察证实，这些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建造的遗迹。科学家估计，仅在此片区域就可容纳至少5万人居住。整个城市群之间通过水系连接，有祭坛、瞭望点、平台、居住区，且与太阳与星辰的运行有关。在热带丛林的掩盖下，这样的遗迹可能还有无数未被发现。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遗迹的分布区域恰好位于福赛特当年推测的 Z 城方位的西北角，离他最后一次现身的地点并不远。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主流学界几乎一致认定亚马逊不可能孕育文明。理由很简单，热带雨林土壤贫瘠，湿热病虫滋生，不可能支撑大型定居社会。在当年，福赛特的理论被主流学界视为幻想，是浪漫主义的残影，甚至有人称它是丛林里的堂吉诃德。但如今，随着考古与遥感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实证推翻了这一认知。卫星图像所揭示的古城市网格与农田系统，与福赛特描述的森林之下的文明图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支持 Z 城存在理论的人：为什么福赛特在1920年穿越丛林时没有发现大型部落？为何他所描述的文明总是存在于传说与废墟之中？答案或许来自更黑暗的历史。在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将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带入南美洲，在短短几十年内造成了高达90%的原住民人口消亡。整个亚马逊曾在人类历史中最沉默的一次大灭绝中被抹去了语言、记忆与城市。石头广场还在，神庙基座还在，黑土依旧肥沃，唯独生活在其上的人们，不是死于疾病，就是被迫远走丛林深处，回归游猎，只为逃避接触与毁灭。当福赛特踏入雨林，他所见的已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而只是他留下的一道余音。是否 Z 城真的存在，并不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福
福赛特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里，隐约地看到了未来的答案。